大家好今天的话，我们来好好聊聊 Cloudflare，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CF， 它如何设置我们的 WAF 防火墙来保障我们的网站安全。像我们一般的脚本小子黑客小子的攻击，基本上都是能防御的，所以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去运营网站。那我们为什么要用 Cloudflare 呢？ Cloudflare 有什么好处呢？它其实在对于海外业务上来讲，起的是至关重要的作用。CC 和 DDoS 它其实都能保护得很好。首先呢，大家要有一个 Cloudflare 的这个账号，你的账号里面需要把你购买的域名托管到 Cloudflare， 像我这样的一个托管进来。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域名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设置，看到你站点的数据统计。前提是你要开启 Cloudflare 的小云朵 CDN， 你才能在这边接收到对应的数据，独立访问数，还有请求总量，缓存的一个比。一般这个缓存高的话，它这个缓存效率就很好，到你的原站就很少了，也对你的原站的消耗也是很小的，相当于很多东西都已经被 Cloudflare 在它的边缘节点上去部署，客户只需要访问边缘节点的数据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到达你的自己的这个服务器。好，那我们看如果你受到了大量的攻击，你懒得去配置规则，你可以最简单粗暴的就是把这个5秒盾质询的模式打开，别人在访问你的网站的话，就会直接质询，然后它就会进入到质询的一个状态。这个域名有很多站点的话，它只需要一次质询，所有的站点都可以去访问了，不需要再额外质询了，这就是开盾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这边关闭的时候呢，那我可以随便调成中就可以了。这一般就是最简单粗暴的增加防御的一个状态，也是最有效的。当然这个呢就会影响大部分的用户体验，而我们今天来讲的满足你大部分的用户的一个正常访问，做针对性的差别，这样的话是会更加利于我们网站的运营，而不是一刀切。 DNS 这块呢，大家一定要做好解析。当前这个 VPS 的 IP 会和你这个域名进行关联关联好以后，你这个域名就可以在这台 VPS 上搭建网站了。那我们创建一个新的，大家的网站呢跟域名会用的最多，这边呢就给你配置一个 VPS 的 IP 小云朵，建议大家打开，这样的有效可以去隐藏你的原站 IP， 免受 DDoS 的攻击。好，这样操作下来以后呢，我们去拼一下这个域名，看看有没有能拼通。 CMD 开始菜单里头，首先拼 IP 是没有问题的，接下来我们来拼域名。这边呢它就会给我匹配一个 IPv6。 为什么是 IPv6 呢？是因为我们 Cloudflare 接管了原站 IP， 它会给我们分配一个最优的 Cloudflare 的 IP。 那小伙伴们拼的话，拼这个域名的话，可能就会有另外的 Cloudflare 的 IP 正常的解析到了。好，这样的话我们的域名解析就 OK 了。再接下来呢，我们需要到这个 SSL/TLS 这个地方来，完全严格，这个地方是一定要选的。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重点，我们这边有一个安全性。对，我们这边有很多触发了这个质询的 IP 不合规的 IP 对应的拦截记录，你放行同样也会在这边，你拦截同样也会在这边去显示。再接下来就是我们重点，就是 WAF 的这个防火墙规则了。其实我在1年前跟大家分享过，当时呢可能没有那么进阶，现在呢了解的更多。我们这边会用到4个规则，当然大家一般就会用到3个，因为这个是我为了让全球化科技LAN的一键脚本能够放行，专门设立的一个放行规则。然后这个自己呢也是必须要放行的，是我们的一些机器人也要放行。再接下来就是我们重头戏，我们的恶意 IP 需要质询拦截，再加上我们的频率限制，这个也很重要。频率限制我竟然没开，那我们从零开始来设置它。我们找一个新的域名现在它这上头是没有任何规则的，我们点击这个放行自己。 OK， 我们回到博客向下滑，我们拉到最底下这一块呢就是放行自己。你先复制这个，直接粘贴进来，你点击编辑把它复制过来，复制过来以后你再切回去，切回去以后呢，这块呢就是你可以配置你自己的 IP。 如果你有 IPv6 的双线的地址的话，你可以把 IPv6 的也放行。如果你没有的话，点这个叉
啊，就把它删掉。正则表达式呢，它也会发生变化啊。点开选择跳过，选择第一个，勾选所有其余自定义规则，点击保存。这第一个规则我们就创建好了。第二个规则呢，我们再点击这个。第二个是不需要改什么，我们无脑复制就可以了啊，不要被拦截的一个状态。我们再切回去，通过正则表达式来导入进来了。我们这边同样点击跳过，勾选第一个啊，这样的就已经放行了这个 SEO 相关的。对哦，忘了把这个名字改了，这块先改名字，点击保存。好，这是我们的第二个，再创建一个啊，这个就是关键了啊。我们继续点这个正则表达式来编辑它，我们可以复制一下，来我们粘贴过来，我们切换回去，我跟大家简单讲一下，这边我们会使用大于5的话，那就表明威胁的，这个是 Cloudflare 自己来判定的，它有一个自动程序。这个呢是不包含这些，其余的协议怎么样。哎，我的有一些监控，有些探针用不了了，那你可以把这个心跳包，它一般都会用 HTTP 1.1。我的个人感觉就是说，很多攻击脚本都是通过 HTTP 1.1 来触发的，不监测你的网站心跳，你可以就把这个关掉，你只保留最先进的HTTP 2和 HTTP 3的协议。下面呢又是什么？下面是我额外又新增的一个模块，就是关于地域限制，这些国家和地区啊都除外。这些国家地区呢都是你主营业务的区域，比方说我主要是在香港、在澳门这些区域来运营我的网站，那你就把对应的区域进行选择。选择呢也是比较简单啊，你在这个地方加一个，我想放行美国，那你就 United States， 你就把它添加进来。这边选择托管质询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发现有恶意的、危险性的，发现我有低版本的 HTTP 请求，我也都拦截。这些区域除外的区域来访问我的网站，我都会有请求的质询，选择质询就可以了。同样，我老忘记起名字，这边呢就是恶意，这边你保存一下。这个你放几天你就知道它有多么厉害了啊！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看。如果你经常被攻击的，又不想大量的用户体验不是特别好啊，你就可以用这一招。好，再接下来就是频率限制啊，这个呢是对恶意请求最有利的一个打击手段之一。我们这边呢选择 URL， 我们要选择包含跟这个斜杠，包含这个斜杠就是说所有的路径都走这个频率限制，推荐大家用200就可以了，比较稳健的一个状态，10秒内，这个是只有一个选项，阻止。然后再接下来这个也是10秒，我们这边就保持默认就可以了，就 Cloudflare 它自己的一个频率限制，下来就保存就可以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频率限制的恶意请求也加好了，那我们基本上能拦截70-80%的攻击请求，对我们原站的压力就小很多了。大家可以设置好以后看看效果。好了，那 Cloudflare 关于安全项的一些配置设置，我就今天讲到这里。这只是一个方面，站点本身的一个安全保护和你站点本身的性能调优，我们会在未来的几期跟大家再进行分享。未来的话，对这些规则可能我还会有一些微调、一些进阶，那到时候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这个帖子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